国人写中文能像英语一样快吗？这是外国网友在国外最大问答网站 Quora 上的提问。让我们一起想象一下，你正在赶时间写一封重要的信，但你有一个福利，你可以选择用中文书写或者英文。你会选择哪种语言？很多西方观众可能会猜测，汉字看起来如此复杂，写起来一定很慢吧？但事实果真如此吗？今天我们将一起讨论这个有趣的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两种语言书写系统的根本区别。汉字和英文字母代表的是截然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而这背后有很多有趣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可以探索。接下来我们会从最基础的书写结构开始，揭开这个谜团。首先，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英文字母的体系。英语使用的是26个字母的拉丁字母表，这些字母可以组合成无数单词。无论单词的含义多么复杂，它们总是由相对简单的字母构成。例如 communication 这个单词虽然有12个字母，但每一个字母本身都非常简单，写出来也很快。对于大多数英语使用者来说，字母构成的单词基本都是一笔一画快速完成的。而汉字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汉字不是字母组合的产物，每个字都是一个独立的象形符号，可能包含多个笔画。这意味着写一个汉字可能需要多次下笔。例如你好这个简单的问候语包含2字共13笔。然而汉字每一个字符不仅仅是表示声音，还具有丰富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有人会觉得写汉字耗时较长，尤其对于不熟悉它的人来说。但我们不能仅凭笔画多寡来决定书写速度，书写速度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包括语言结构、使用频率、手写习惯以及个体差异等。因此单从笔画数量来比较汉字和英文字母是远远不够的。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些实证数据。研究表明，普通人在用英文书写时，每分钟大约可以写25至30个单词，而每个单词的字母数量平均在4至5个字母之间。这意味着在1分钟内，英文书写者大约可以写出100到150个字母。这些字母书写起来相对简单，手眼协调负担不大。那么中国人的书写速度又如何呢？根据中国教育部的官方数据，中国小学生经过系统练字后，平均书写速度大约在每分钟30到50个汉字之间。看似不多，但这其实不亚于英语的书写速度。为什么？因为虽然汉字笔画较多，但每个汉字本身往往代表了一个更复杂的概念或词语。换句话说，一个汉字就可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而在英文中可能需要多个单词甚至短语来表达相同的内容。例如汉字家仅需10笔，但要在英文中表达其含义，则需要 home 或 family 等4至6个字母。因此单从字母和笔画数量的比较上，似乎中文稍显劣势，但从信息密度的角度看，汉字能更高效地传达复杂的信息，这平衡了看似较慢的书写速度。换个角度，你有没有想过，同样的意思用中文和英文表达时，篇幅长度对书写速度有怎样的影响？想象一下，我们要写同一个故事，中文和英文究竟谁写得快？书写速度不仅仅与笔画或字母有关，它更与语言表达的整体篇幅密切相关。那么究竟篇幅对书写速度的影响有多大？让我们从最基础的单个词语开始，逐步向句子、段落甚至整个著作延伸分析。首先从最简单的单个词语入手。在词语层面，汉语往往显得更加精炼。举个例子，汉语中书这个字只有1个字符，而英语中的对应表达是 book， 需要4个字母。写书这一个字无疑比写 book 快得多。再如中文的天仅需写1个字，而英文的 sky 要写3个字母。除此之外，成语是汉语中最具代表性的语言凝练形式，4个字往往能涵盖一个完整的故事或深刻的道理。例如像亡羊补牢这样的成语，不仅表达了亡羊之后补救的道理，还借助于历史故事，让人印象深刻。而用英文表达同样的意思，通常需要一句完整的句子，甚至是讲一个故事。例如 It's never too late to mend the fence after the sheep are lost， 这句话有13个单词，超过30个字母。篇幅上，成语的精炼性使得它在书写时极具速度优势。再比如画蛇添足这一成语，4个字就能表达出做事多余，适得其反的道理。而对应的英文翻译是 adding feet to a snake when drawing it， 8个单词，接近30个字母。可以看到，成语在表达同样意思时的简洁性，让它在篇幅上占据了优势，书写时无疑也会更快。另外，歇后语是汉语中特色鲜明的表达方式，具有幽默感和启示性。比如经典歇后语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前后2部分结合，短小而有趣。而要将其翻译为英文 Inside and outside the looking glass, crows are beautiful never， 这句话不仅篇幅更长，还失去了原有的幽默感。
但这只是篇幅和字数上的简洁，在书写速度上是否也是如此呢？事实是，由于汉字的构造更为复杂，每个字可能需要多笔完成。比如，一个简单的字春虽然只有一个字，但需要9笔才能完成，而英语的 spring 需要6个字母和6个动作完成。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尽管汉字在篇幅上更短，但在实际书写速度上可能并没有明显的优势。总的来说，在单词层面，汉语的字数篇幅往往较少，但书写速度受到笔画复杂度的影响，和英语之间的对比结果并不一致。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句子。在句子层面，中英文表达同一意思时，篇幅差异有时会变得更加明显。例如，汉语中的"我去吃饭了"这句日常表达仅有5个字，而英语则需要 "I went to have a meal" 来表达同样的意思，长达6个单词，字母数更是远超中文。但是否意味着中文写得更快呢？并不一定。虽然汉字的数量较少，但每个汉字需要多次下笔，而英语中的单词大部分由较为简单的字母构成。以去这个字为例，它需要5笔完成，而英语中go这个词仅有2个字母，且每个字母只需要1次笔画。所以书写过程中，英文虽然字数较多，但往往书写更为流畅。不过当句子越长时，汉语的篇幅优势逐渐显现。例如，中文他已经去学校了仅需7个字，而英语则要写成 He has already gone to school， 这有6个单词，24个字母。这意味着，尽管汉字的笔画相对复杂，句子层面的篇幅差异还是有可能让中文在书写时逐渐接近甚至超过英文的速度。为了更直观地对比书写速度，我们不妨把目光转向经典文学作品《西游记》。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翻译成英文后，篇幅有着显著的变化。原著中文《西游记》大约有60万字，而英文版的翻译通常有70万到75万个单词。我们可以看到，英文版的篇幅比中文原著增加了不少。那么，这对书写速度有何影响？如果让2个人分别用中文和英文手写这部经典巨著，显然中文篇幅更短，意味着总的字数少，潜在的书写时间可能会更快。但这也取决于书写习惯和工具。如果是手写并且用楷书，那么汉字的复杂笔画可能会延缓书写速度，尽管篇幅上较少，但所需时间并不一定比英文少。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汉字具有极高的信息密度，一个汉字可以传递更多的语义，而英语则需要更多的字母和词汇才能表达同样的意思。篇幅的增加直接影响了书写速度，因此在整部著作的对比中，汉字虽然复杂，但由于其高效的信息传递能力，整体书写速度有可能接近甚至快于英文。让我们从另一个有趣的角度来探讨书写速度，那就是古代汉语，尤其是古体诗与英语的书写对比。古代汉语以高度的凝练与意象表达著称，文言文篇幅极短。例如庄子的《逍遥游》开篇一句北冥有鱼，其名为鲲，用简短的汉字表达深邃的哲理，而对应的英文翻译可能是 The northern seas have a fish, its name is Coan， 英文翻译明显长于原文。汉语最具文化象征意义的部分，古体诗以其语言的高度凝练著称，常常用最少的字数表达最丰富的情感和画面。例如王之涣的名句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这2句诗只有10个字，但描绘了壮丽的自然景象和深刻的哲理。而对应的英文翻译 The sun sets behind the mountains and the yellow river flows into the sea， 这句话有14个单词，接近60个字母。很明显，中文古诗在表达同样意思时的篇幅要短得多。相比之下，古英语或莎士比亚时期的英文虽然优雅，但往往篇幅较长，句子复杂。因此在书写效率上，古代汉语的速度可能要远快于英语。从篇幅来看，古体诗在信息密度上的优势更加明显。汉字的高度凝练使得书写古体诗时速度远快于英文翻译的同等内容。尽管汉字的笔画复杂，但古诗的篇幅极短，信息集中，使得在书写这种简短精炼的句子时，汉语无疑更具速度优势。因此篇幅长度对书写速度的影响是复杂且多面的。单个词语层面，汉语常常更简洁，但笔画的复杂性会使得书写时间延长。在句子层面，中文的简洁优势逐渐显现，但具体的书写速度仍受限于笔画的繁复。而在整部著作的层面，比如《西游记》的中英文对比，中文的篇幅优势明显。古体诗作为特殊的语言形式，充分展示了汉语在信息表达上的高度凝练性，篇幅极短，使得书写速度相对较快。相比之下，英文虽然在书写上简便，但在表达同样意思时，篇幅较长，书写时间也相应增加。我们还要注意到，手写和键盘输入的书写速度也截然不同。在今天的数字化时代，人们更多依赖键盘输入而非手写。英语书写时，键盘打字的速度一般可达到每分钟40到60个单词，甚至更高。键盘输入依赖的是熟练的指法，因此英语的输入相对流畅。
但是中文输入法，尤其是拼音输入法，完全改变了手写慢的问题。拼音输入法通过拼音字母快速找到所需的汉字，平均每分钟可输入50到80个汉字，和英文的打字速度相当。如果使用的是5笔输入法等其他方法，速度可能还会更快。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很多研究表明，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几乎很少手写文字，大多数时间都在用拼音打字。因此，在书写速度的比较上，现代技术大大缩小了中英文之间的差距。不过，我们还得从文化层面去理解书写的速度。中国文化中，书法是传统的艺术形式，手写文字的美感常常比速度更重要。中国人自小接受书法训练，讲究笔画的精细和结构的美感，这与西方常见的简洁明了的字母书写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说，书写汉字的过程不仅仅是文字表达的行为，更是一种艺术追求。书写中文时，许多人下意识地注重汉字的结构与平衡，哪怕在写一张便条时，字体的美感也常常优先于速度。而西方文化中，尤其是在速记或非正式书写场合，书写的快速性往往占据主导地位。这方面与中餐讲求色香味俱全，而西餐更加注重营养搭配，颇为相似。那么，回到最初的问题，中国人写中文能像英语一样快吗？通过我们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不简单的答案。在手写的场景中，的确，由于汉字笔画较多，中文书写的速度可能优势并不明显。然而，考虑到汉字的高信息密度，真正表达相同内容的时间差并不大。再加上如今的键盘输入技术，这种差异进一步缩小。在数字化输入时代，汉字的书写速度实际上和英文不分伯仲，甚至在某些场景下，汉字的表达效率可能更高。用少数几个字符表达复杂含义的能力，让中文在某些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总的来说，书写速度并不仅仅取决于语言本身，还与书写的工具、书写字体、文化习惯、熟练程度，甚至是个体的书写风格密不可分。每种语言在不同的书写场景下都有着独特的优势，而这正是语言的魅力所在。想象一下，当你需要快速记下一个重要信息时，你会选择什么语言？无论是选择英文字母的简单，还是汉字的高效，都取决于当时的需求和情境。最终，语言本身是工具，而不是制约你的因素。中国人能写得快，西方人也能打字迅速，关键在于如何利用语言，适应技术与文化的发展。所以，下次有人问你写汉字是不是比写英文慢时，你可以自信地告诉他们，事情可没那么简单。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观点或见解，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下期节目我们再见。